沈小姐，您穿这件婚纱真好看。月柔，你今天真漂亮。我竟然重生到了和渣男大婚前。上一世，我被顾子怀的花言巧语蒙骗，不顾所有人反对，毅然嫁给了他。可婚后，老公，工作辛苦了吧？来，快尝尝我给你煲的鸡汤。老婆，咱们结婚半年了，也该有个孩子了吧？你把这个签了吧。你想让我把叶氏集团转让给你啊？哎呀，老婆，女人在家就是应该相夫教子，以后我赚的钱都是给你和孩子花的。你说的对。他拿走我的公司后，我的生意也进入了倒计时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老公，是时候把咱们的婚房给收回来了。毕竟这所有的家具，包括你们的床上用品，都是我亲自挑选的。沈玉柔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还有，子怀是我老公，把手放开。老公，你快把真相告诉这个蠢女人。叶氏集团已经并入顾氏集团，叶南希，你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。顾子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你要跟我离婚？我不要离婚，我把一切都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要甩掉我？你凭什么甩掉我？老天爷让我重生，这一次我要让渣男贱女付出代价。月柔，到时候我结婚就穿这件白纱。可是南希姐姐不会同意吧？沈月柔，你身为伴娘，居然穿着跟我新娘一样的衣服，还是说是你顾子怀想同时娶2个老婆？还是说是你顾子怀想同时娶2个老婆？南希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月柔穿这件白纱多漂亮啊！难道说你觉得她比你漂亮？怕她在婚礼上抢你风头？南希姐，我是真心祝福你和子怀哥的，我没想到你居然会这么怀疑我们。上一世他们也是这么说的。南希姐，我是真心祝福你和子怀哥的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怀疑我们。南希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怀疑我，你太过分了。不是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敏感了。傻丫头，我想娶的女人只有你，就算没人跟你穿一样的衣服，可我的眼里只有你。上一世我信了顾子怀的鬼话，任由沈月柔在我的婚礼上和我穿一样的婚纱，旁人都看不起我，偏偏我也不这么想的呀，人人都笑话我，偏偏我最好笑。南希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敢怀疑我，你太过分了。南希，你打我！顾子怀，你让一个伴娘穿着跟我一样的婚纱出席婚礼，这种卑鄙下流无耻的手段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是不是被鬼上身了？顾子怀，你要是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，那这场婚礼我们就别办了。不，南希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现在让他把婚纱脱掉，我们的婚礼不能取消。好啊，那你就陪这个伴娘好好的挑选伴娘服吧。我累了，先回家。这叶南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暴躁，跟换了个人似的3年之后就是我们的婚礼，等婚礼结束，我弄死他。
你好，我想请您帮我看一下这本结婚证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小姐，你这本结婚证是假的。你这本结婚证是假的，我们政务系统里显示你未婚。谢谢。看来上一世陆子怀说的没错。叶南信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最爱的女人是月。我之所以跟你结婚，是因为我们家资金链断，需要你的财产。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爱过。可是我是你的合法妻子。什么狗屁合法妻子？月柔才是我的合法妻子。我跟你领的那本结婚证，是我花10块钱领的假证。叶南希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怕告诉你真相，好让你在黄泉路上做个明白鬼。顾子怀想吃我绝户，这一世我要让他计划落空。可我现在孤身一人，爸妈留给我的公司我还没有完全掌控。不行，我一定得找一个靠山，把顾氏集团整垮再说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什么呀？救命啊！什么？这不是江城首富太子爷萧林业吗？谁把他们弄走？我给他1个亿！谁把他们弄走？我给他1个亿！喂，你刚刚说的话还算话吗？算。几个，我这算是救命之恩吧？这女人张口就要钱，难道我被做绝了？但我先声明一下，我不要钱。不要钱？那可是1个亿啊！我要你的人。什么？你要我？女人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口出狂言！萧林业，萧家2少爷，抽烟喝酒打架样样精通。6年前把你爸气进了 ICU， 之后就被送去出国留学。说的好听点叫留学，说的难听点叫管教。这女人竟敢调查我，看来还觊觎本少爷已久。我想跟你协议结婚，1年之后离。1年后离婚？难道这个女人跟我结婚是为了应付家里？刚好我家里也催我结婚。我刚刚那可是救命之恩呢，2少爷，你该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不就是1年假结婚吗？结啊，有什么不敢的？来看镜头，3、2、1，合作愉快。顾子怀，你想干什么？叶南希，我们马上就要办婚礼，你却跟一个野男人鬼混，这个野男人又丑又娘，哪里比我好啊？你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吗？他是谁啊？萧家2少爷萧林业，他最近刚从国外回来，今天我在跟他谈合作。他就是萧家2公子，我就说怎么这么贵胄天成，气度不凡。你们谈什么合作？刚好我家资金最近周转困难，银行一直在催。一笔价值上亿的合作。太好了，等你这笔合作谈成之后，你帮我把我们家的欠款也还了吧。我们家欠的债也不多，也就2个亿。行啊，
我妈，我行李呢？小姐，南希，你拿行李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打算3天之后办了婚礼再搬过来？对。老公，是时候把咱们的婚房给收回来了。毕竟这所有的家具，包括你们的床上用品，都是我亲自挑选的。一直以为这是我对顾子怀的婚礼，没想到我才是第3者。顾子怀，你以前对我说过的承诺，还记得吗？我最近工作太忙了，记不得。你不要看一个男人说了什么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你看啊，我对你多好啊！南希，别哭了。以后我就是你的左膀右臂，我会像你爸妈一样爱你护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顾子怀一开始就是算计好的，他就是为了我的家产而来。现在我也要让他尝尝被算计的滋味。喂，爸，南希跟萧家二少谈了一笔过亿的合同，你赶紧跟银行说，再贷一笔款出来，我们先度过一下这个难关。南希说了，会帮我们还钱的。太好了，我这就跟账行这打电话。等我跟叶南希结了婚，叶氏集团就是我的。Doesn't make sense now. Just gotta things are getting intense now. 喂，叶南希，顾氏集团正在找银行借钱，说和我萧家谈一个大项目，等项目谈成了就把钱还了。对，是我跟他说的。好，听你的。借。完了，你弟中邪了。不像中邪，像发情。都听到了？我们什么都没听到，我们只看到你对着手机傻笑呢。跟谁打电话呢？这么开心啊？我的老婆。你老婆？你老婆？对，结婚了，今天更。感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我小儿子终于有人要了。我老公去世的早，我大儿子又瘫痪了，我小儿子全部的重担都在他身上了。哎呀，祈求菩萨保佑，保佑我小儿子一胎无宝。不行，3宝也行啊，3宝也行。妈啊，不至于啊！阿叶，那个你老婆是谁啊？对呀，怎么不带回家来看看？对呀。证都领了，什么时候搬过来和我一块住？我还有点事，3天之后吧，我过来找你。3天后你们就都知道了。萧灵叶，传闻你为了争夺家产，害死亲爸，暗杀亲哥，导致哥哥终身残疾。可你今天居然被几只小狗吓到了树上，如此胆小，还真不像传闻中的那样。但不管你是怎样的人，这都不重要。等我搞垮了顾氏，就跟你离婚。叶小姐，你老公给你伴娘选了一套高定礼服，比你的婚纱贵10倍。老公给我挑的新战袍，今天又被宠成小公主了呢。希望3天之后，你还能笑得如此开心。顾总，您那5000万贷款应该已经到账了吧？
到账了，到账了！哎呀，感谢张行长啊，雪中送炭呐！等我这儿媳进了门，马上让她还你。我再信你一次。哎，对了，我前几天啊去萧氏集团打听，你这个儿媳啊，还真跟萧家搭上了线嘞。你这个儿媳啊，牛！谢王新娘到了。哎呀，啊，这就是新娘，真好看呐！哎，太有气势了。我记得新娘不长这样。是啊，这是谁呀？不认识。今天你和南希的婚礼，你别分不清场合，给顾家丢脸。妈，玉柔怀孕了，孩子是我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哎呀，那真的太好了，那我要当奶奶了。南希，今天是我们婚礼，你怎么没穿婚纱？是啊，南希姐，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？你不允许我跟你穿一样的衣服，我都换了个款式了。这就是你老公给你买的新战袍啊，我挺好看的。你老公眼光不错嘛，你说对吧？南希，今天是我们婚礼，你说这个干嘛？沈月柔身上的裙子是你给她买的吧？你给我买的婚纱2万8，你给她买的伴娘裙28万8。我看你真正想娶的人是沈月柔吧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天哪，对呀，这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这样啊，这家人真是不知好歹。不是这样的，混账！赶紧给叶南希道歉！今天无论如何得让叶南希嫁进我顾家，不然银行贷款谁来还？南希，月柔的裙子确实是我买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价格，我不知道这么贵。南希，我想娶的人是你，你相信我。南希姐，不知道你这么介意这件事情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就把这条裙子脱下来还给你。沈月柔，你穿着我老公买的裙子，喊我老公为老公，你现在还在这儿委屈上了？天，现在的小三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。叶南希，你今天嫁给我儿子，就是我顾家的儿媳，你就得守我顾家的规矩。我顾家的家规第1条就是以丈夫为天。我妈说的对，下面以后就得听我的。叶南希，月柔是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，她跟我儿子一向亲近，他们并不是你想的那种肮脏的关系。你赶紧跟月柔道歉。对，我一直把月柔当妹妹，她不是小三，你必须给她道歉。妹妹，你把沈月柔当妹妹，那你敢当着诸位宾客的面发誓，你如果跟她睡过，那你们顾家破产。好了吧？太刺激了吧！婚礼现场变成撕逼现场，哼，顾家这下可丢大脸了。怎么不敢吧？因为你跟沈月柔早就睡过了。哎呀，有这种事情呀！这个真是叶南希，我作为你的准婆婆，今天我必须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就算我儿子跟月柔有什么，你也得忍着点。他是你丈夫，你得维护他和我们顾家的尊严。怎么动手了？谁呀？阿姨，叶南希，你没事吧？你疯了吧？你敢打我妈？是你妈先打的我，我回手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跟个疯子一样啊！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就是因为我以前不会这样，所以才被你和小三踩在头上。顾子怀，我告诉你，这婚我不结了。这可由不得你！你们俩不是已经领证了吗？对，我们领了证，就算没有办婚礼，你也是我的合法妻子。阿姨，这叶南希好狠的心呐，把您都打出血了。叶南希，你殴打婆婆罪大恶极，看我今天不狠狠的教训你，否则你以后出去惹事就会连累我顾家。来人啊，把叶南希给我按住！
子怀阁，你妈惩罚叶南希，你该不会心疼吧？他打了我妈，又打了我，就该狠狠的教训他。他是我们顾家的人，我教训他，法律都管不了我。二爷，你老婆到底是谁啊？您说明天就能见到她，那要不要给她准备一份礼物啊？我操！我老婆跟别人结婚了啊！我去！你老婆办婚礼，新郎不是您！放开，放开！别再叫了！你现在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，因为这是我顾家的家事。太无理了！叶南希，你非得逼我打你是吧？赶紧给我妈道歉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！给你妈道歉？你做梦！疯女人！各位，我的确已经领证了，但是跟我领证的人并不是顾子怀。今天我就想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个见证，我要跟顾家划清界限。我要跟顾家划清界限。还真是没错呀，这居然真不是他呀！这个叶南人是顾子怀，我跟你可是没有半点关系。你要是再敢动我一下，我立马报警抓你！你，儿子，怎么回事啊？这结婚证上不是你，还能有谁啊？办假结婚的事我没告诉家人，现在逼他这么多，更不能说出来。妈，这个结婚证是假的，我就是他照。假证？哼，你还真是无耻，会倒打一耙呀！顾子怀，你该不会是怕我把你造假证的事情给说出来吧？好大的瓜！这两年到底谁在撒谎啊？看顾子怀心虚的样子，多半是他呀办假证骗叶南希。今天他和叶南希的婚礼，他就让小三当伴娘，足以见证他的人品。都给我闭嘴！做假证是违法的，我儿子才不会干这种事。没想到顾家还有一个懂法的人，这可真是让我意外。顾子怀，你要是再敢狡辩一句，我就报警，说你造假结婚证。叶南希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就是我老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哦，你是不是移情别恋了？怪不得我说你这几天怎么这么反常，你竟然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饶不了你！走！住手！结婚证上是谁啊？谁来了？谁啊？不认识。这个男人好像有点眼熟。二爷，你老婆有点彪悍呐。确实有点彪悍，不过我喜欢。妈呀，二爷这是有受虐倾向啊！子怀哥，你没事吧？子怀哥，叶南希，你这个阴险的贱人！叶南希，就算你不喜欢子怀哥了，你也不能这么伤害他呀！我不伤害他，行啊，那我伤害你好了。救命啊！救我！叶南希疯了！怎么，就这点胆子，还敢挑衅我？是他，这个野男人是你结婚证上的那个？对，郑重的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，他不仅长得比你帅，而且还有8块腹肌呢。老婆，这手撕渣男怎么不叫上我呢？知道了，我这人打小就爱看戏，下次记得叫我啊。这还不是怕渣男见你脏了你的眼啊？哦，不可能，你最爱我了，你怎么可能嫁给别人？你一定是骗我的，对，一定是在骗我。小白脸儿，叶南希是我顾家的儿媳，你休想把她抢走！哎呦，他是萧二爷！什么？什么？他是萧家二少？之前去萧家找萧夫人的时候见过二少呀。
刺杀我家二少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对不起，我八友也不是泰山，他不知道他是萧家二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萧家二少，儿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萧家二少不是在海外深造吗？他怎么跟那叶南希在一起啊？蠢货，不认识萧家二少爷，我见过，他现在就是萧家真正的掌权人。你现在还得罪了萧二爷，那你借的钱打算怎么还？我儿媳，他儿媳妇呀是沈月柔。这样吧，张行长，如果顾家欠你们的钱还不上了，可以找沈月柔还，她肯定能够帮忙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答应给顾家还钱了？再说了，我也没有钱，我哪来的钱给他们还啊？叶南希，这一切都是你设下的圈套，是你在害我。你要是这么想，那我也没办法喽。但是我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。顾家找银行借钱，跟叶南希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叶南希逼顾家去借的。就是叶小姐真是冤枉，不仅被顾子怀绿，还被顾家当冤大头。是他说帮我还钱，是他亲口说的，你们不信问他吗？对，我确实说过这种话，但你也说过你会爱我一生一世，绝不辜负我。你做到了吗？既然你没有做到自己的承诺，那我为什么要信守承诺呢？顾子怀，如果我今天傻傻的跟你结了婚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边骗我，一边夺走我叶家的家产，最后再除掉我，跟沈月柔在一起？他怎么知道我的计划？除了我和月柔，谁也不知道这个计划呀。没想到顾子怀这么丧心病狂，好在叶小姐聪明，识破了渣男的奸计。他那么着急拉我结婚，是为了顺利跟渣男一刀两断吗？真是个聪明的女人，知道给自己找靠山。南希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娶你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？我现在可是萧家二少爷的妻子，你确定要当众抓着他妻子的手不放吗？南希，你真的跟萧二少领证了吗？怎么，你宁愿相信自己是个智障，也不愿意相信我嫁入了豪门？虽然你家有点势，但是你父母说过，你家跟萧家比起来就是小门小户。我就喜欢小门小户。没想到二少对这个闪婚妻子这么宠爱。老婆，你不是说事情处理完之后就跟我回家吗？那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张行长，记得找顾家还钱呢。你今天到底还不还钱？你要是不还钱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我是真没钱呐！大人，张行长，你冷静点，等我们家公司周转过来，立马就还钱。妈，我现在带我老婆回家。那个，我跟顾子怀的事，你们睡过吗？没，但这好像不重要吧？毕竟我们只是协议结婚，1年后就离婚。好像协议里没说离婚之前不能同房吧？少爷应该不缺女人吧？本少爷当然不缺女人。二少年之女比得道高僧还厉害，他们死后只能烧出舍利，而您到晚还追着你，作为您最忠诚的仆人，我必须为您发声。叶小姐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少爷平时都靠五姑娘。什么五姑娘？手不想要就给我剁！西西，你来啦！走死吧，寡妇的妈！亲亲哥哥，腹黑的他！哎呦，西西，你干嘛？我知道他十恶不赦，无药可救，但我真的是无辜的。他到底在说什么？为什么我听不懂？难道
外面犯事儿了。阿姨，我跟他只是协议夫妻，我们约好了1年之后就离婚，所以你们对他的恨，请一定不要牵连到无辜弱小的我身上。协议夫妻，1年后离婚。妈，我怎么白高兴一场啊？那个，你们要不先平身呢？妈，您先听人阿叶怎么说。妈，您先别上头，他说的一半对一半错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叶南希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，怎么到你口中成了无恶不赦的坏种？那网上都说了，你气死了你爸，还为了争夺家产暗杀你哥。这新闻不管真假，你先信了再说是吧？那不然你为什么被送出国外呢？哎呦，你误会了，灵叶是因为不想接受家族联姻，所以才出国留学的。那他气死他爸，他爸不是被他气死的呀，不过他爸跟他是不对付，他爸让他联姻来着。那他哥是自己在国外滑雪的时候摔伤的，跟灵叶没关系。网上那些人可真会造谣，太坏了。谣言你都信？那你还敢跟我结婚啊？胆这么大？我这不是觉得你看不上我们家的仨瓜两枣吗？怎么了？妈，您是不是喷香水了？家里怎么这么香？那不是咱妈为了隆重欢迎儿媳妇儿，给黑豹喷香水了。没想到他家人这么和谐友爱，就连狗狗也如此可爱。西西，你刚才说跟我儿子是协议夫妻，1年后离婚，是不是真的呀？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我儿子离婚啊？你喜欢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一定都会给你的。自信一点儿，您就知道1年后他跟我离婚，不是我跟他离婚。我还不知道啊！你愿意跟西西领证，证明你喜欢他。你从小到大对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固执的很。行了吗？1年后的事儿，1年后再说呗。反正儿媳妇给你领回来了，以后别烦我。走，西西，我带你上楼去看看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咱们家一下子变得什么都没有，还倒欠了那么多债。都怪叶南希这个毒妇，这一切都是她设下的圈套。要不是你搞小三，叶南希会跟你翻脸吗？你这个蠢货呀！你就不能够事成之后再找女人吗你？我哪知道叶南希一下变这么聪明？沈月柔呢？她不是说怀了我们顾家的种吗？该不会是跑到医院打胎去了吧？不可能，月柔最爱我，她不可能打胎。我刚去打听了些事情，你们猜我打听到了什么？哎，月柔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我们都急死了。你先别急，这个萧灵叶和叶南希是假结婚。萧灵叶之所以陪这个叶南希演戏，是因为他要拒绝家里安排的联姻。我就说叶南希怎么看上萧家，没想到她就是萧家二少爷的一个棋子。对，而且萧灵叶的联姻对象可是周家亲戚周凤仪，她马上就要回国了。等她回国，她肯定会手撕叶南希。叶南希这个蠢人，估计还被蒙在鼓里。只要他肯替我们顾家还钱，我也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西西啊，这里呢就是灵叶的卧室了。你既然跟灵叶结婚了，那是不是应该搬过来跟他一起住啊？我跟他没那么熟。那这样，你呢搬到隔壁的卧室，先培养一下感情。那我这就去跟他交代一下，他这个人呢有点不上道。本来呢是想用萧家做靠山，解决完顾家就全身而退的，没想到萧家的人这么热情，这下不搬过来都不好意思。
克罗米芬，这是什么？克罗米芬属抗激素的药物，主要用于治疗无排卵性不孕症、黄体功能不足以及男性少精症。原来是有隐疾啊！既然他不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今晚就搬过来住。西西已经答应搬过来住了，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，一举虏获西西的芳心。妈，您儿子我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往这一站就能迷死个人。你说我迷死谁呀？你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让西西跑了，那你就只能去周家千金了。小姐，您真的要搬去萧家吗？我现在是萧家的儿媳妇，如果不搬过去的话，他们会说闲话的。可是你跟萧少爷不是才刚认识吗？你放心吧，他那方面不行，你吃不了亏。叶南希，你这是要去哪？顾子怀，你家欠银行的钱还了吗？你都死到临头了，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我怎么就死到临头了？你给我判的刑。我都知道了，萧林叶跟你是假结婚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就会离婚了。我们是假结婚又怎么样？顾子怀，你家都要破产，到时候房子、车子全部会被法院拍卖，你还是好好去学一学怎么要饭，免得到时候横尸街头。萧林叶有个联姻对象，是周家千金周凤仪，这个女人可不好惹，而且据我所知，她马上就要回国。你现在和萧林叶一刀两断，然后嫁给我，我可以保你平安。顾子怀，你一只脚都要踏进大牢了，拿什么保我平安啊？你不会就是想让我踹了萧林叶，然后继续跟你在一起，然后帮你还债吧？早点睡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让开！他竟然有过这么绝情，难道他真的不怕死吗？这么着急搬过来，还是太忙了。不能人道还这么自信，真是头一次见。听说你有个联姻对象？是啊，不过我看不上。真是浑身上下嘴嘴硬，你都不能人道了，人家肯定看不上你。还杵在这干嘛呀？走，上去吃饭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虽然萧林叶是个自恋狂，但婆婆人还不错。来，儿子，多吃一点补一补。妈，他用不上，这个呀，还是给大哥补补。弟妹，你这可使不得。那我是比阿叶略帅那么一二，但是对你还是不感兴趣的。西西啊，你是不是对阿叶有什么不满意呀？没有啊，挺好的，我很满意啊。那你怎么……你们不知道啊？他不孕不育啊，所以这种东西呢，他吃了也没用，还是我们吃吧，他吃药就行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不吃你还不让别人吃了？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？我饭还没吃完呢，我还没吃饱呢。你弟弟不孕不育的事跟你说了吗？不是，那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不孕不育了呢？难道是那国外的水土不好，把他给养坏了？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事跟那个水和土没一点关系。那阿叶就是自己在外面乱搞，把自己搞坏了。哎呦，我家狗狗才被检查出不孕不育，怎么我儿子也就不孕不育了呢？难道是老天要灭我萧家吗？你干什么呀？你妈跟你哥又不是外人，就算知道了你不孕不育，你也不用发这么大的火吧？我不孕不育，我他妈又没碰你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孕？我都看到你的药了。我的药？什么药？治你不孕不育的药啊！啊，就这个。这是我妈让我给狗买的药，
治疗狗的不孕不育，是狗不孕不育，不是我。既然你说我不行，那正好，今晚试试，让你知道知道行不行。不是，阿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哎，你不是说我不孕不育吗？那正好，今晚可以验证一下。一胎5宝怎么样？4宝、3宝也不错。不要，我不要跟你生孩子。你越反抗，你越不想生。我说，我跟你生。好啊，那我满足。完蛋，怎么玩套路猪牌啊？喂，西西，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？啊，挺好的。那个，我想跟您道个歉，昨天晚上我说的话还是有问题。其实萧林叶他很正常，没病。你们昨晚试过了？啊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西西啊，我准备还今天带他到医院去检查的，现在不用了，没事就好。那既然你们昨天已经同房了，我今天是不是不用再另外收拾房间了？啊，怎么了？他技术不行啊？不是，那你犹豫什么呀？他是不是哪不好？你跟我说，我叫他改。他挺好的，妈，没事没事，我先上班了。哎，你吃了早餐再走啊？不是我让爷爷送送你。妈，又去。哎，西西跟我说，错怪你了，你没病。不过为什么他好怕你呀？你对他做出什么了？我跟他说一胎5宝。哎呦，我个傻儿子，你怎么能跟女孩子说这些话？那不是您许的愿吗？那你万一把他给吓跑了怎么办？你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喜欢的女孩子，真是傻。对了，周凤仪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她回国了。你跟他说你现在有老婆了。我当然会说啊，别到时候让西西误会你们俩关系。那我先走了。周小姐，他就是叶南希，父母双亡，刚接手叶氏集团不久。长得没我好看，家世也没我好，他凭什么能成为阿叶的妻子？周小姐有所不知，这个叶南希最会勾引男人了。不过周小姐放心，萧二少根本就不爱她。阿叶连我都看不上，又怎么会看上这种庸脂俗妇？我不管他之前用什么手段得到阿叶，现在我回国了，我一定要让阿叶抛弃。周小姐，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话，你尽管开口。暂时不需要，我等会儿就去会会，看看他到底几斤几两。老板，你看了今天的头条新闻了吗？你上头条了。没看，我早饭都还没吃呢。我先点个外卖。老板，你为什么要悔婚呢？当初那么爱顾子怀，怎么就突然不爱了呢？因为我重生了。真的假的？假的。你说顾子怀找小三儿找的那么明显，而且还让小三来当伴娘了，我之前怎么还相信他们清清白白呢？我觉得您不是看不出来，只是不愿意相信那个最坏的结果。你说的对，是我之前太懦弱，根本就输不起。见。叶总，您看一下这份文件，这是您父亲在世的时候和融通资本签订的一份对赌协议。根据这份协议的约定，叶氏集团必须在6年的时间之内实现盈利8亿的利益，如果完不成，如果完不成，我们公司
将归融通资本所有。对，现在离约定的6年之期只剩下最后半年了。还差多少资金3亿。你是说，接下来的半年我要赚3个亿？是的，叶子，不瞒您说，公司的管理层都比较沮丧，他们都认为您没办法带领公司实现这个，都打算卷铺盖走人了。别说他们了，我也没信心啊。要是半年能赚3个亿，我也不用去抱萧家的大腿了。什么小腿？什么大腿？没什么，我总不能去问萧爷爷要3亿彩礼吧？谢总，其实我都听说了，您抱上萧二少大腿了。叶总，公司能不能活下去，全看您的了。你是想让我用美人计？对啊，哎，叶总，您今天晚上就把萧二少迷晕，然后狠狠地讹他一笔，这样咱们公司的危机不就解除了吗？